香蕉应该挑直的还是弯的，不要再被不良商贩所误导了，它们之间区别太大了，以后别再乱买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之所以这样讲，是因为很多朋友呢都遇到过这种现象，明明挑了外表很好看的香蕉，为啥吃到嘴里一点都不香，又涩又硬？现在的水果价格水涨船高，出去买趟水果动不动就要花上几十上百，难怪很多网友高呼水果都快吃不起了。要是这种情况下再买到寡淡无味的水果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下面就教大家买香蕉的妙招，帮你买到好吃的香蕉。首先，购买香蕉必看3点，因为买香蕉呢，总有这样一个误区，就是以颜值高低来判断。事实是，看上去无斑无点、色泽好看的高颜值香蕉，往往生意难验，而长得其貌不扬还带斑的香蕉却软糯香甜。所以正确的买香蕉姿势应该是这样的。首先看一下香蕉的形状，其实香蕉一般生长未成熟的时候都是直的，在这个阶段时，香蕉大大的叶片呢就会起到保护，慢慢的香蕉越长越大，香蕉不再依赖叶片，就会开始朝着光的方向生长，朝着太阳拉伸，这样呢逐渐的就弯曲了。这是植物的一种自然的向阳性，脱离原来的生长轨道，逐渐弯曲。如果香蕉还没有到收割的时间，就提前采摘了，这时候的香蕉就可能是直的，也就是形状越直的香蕉越生，要买弯的。弯曲的香蕉成熟度比直的香蕉成熟度更高一些。其次，看一下香蕉的外皮。成熟的香蕉本身呢是呈现黄色，略带一点绿色。自然长熟的香蕉表面呢都会带有一些小斑点，也叫梅花点。带梅花斑点的香蕉呢是自然成熟的，并且口感绵软香甜。如果完全没有斑点，很有可能就是催熟的。但如果斑点面积较大，比如冻伤、受到挤压和存放时间过长，都会导致香蕉长出黑斑，那就说明香蕉可能变质了，也不建议买。再者，看一下香蕉的棱角。自然成熟的香蕉呢，往往都没有棱角，带有圆润的外表的。如果你遇到的香蕉外表看起来颜色成熟，棱角看上去却比较分明，而且捏起来很硬，那就说明这种香蕉呢是经过药水催熟的，绝对还没有熟透。遇到这种香蕉呢，大家千万别买，就算是对方送你，你也不能要，因为这类香蕉口感很差，吃起来涩涩的，很生硬，完全没有香蕉软软香甜的口感，要么不熟，要熟熟一窝，吃不赢就烂了。第二，我们知道大多数水果它的味道呢都是清香的，香蕉也不例外，也可以通过闻来辨认香蕉的好坏。完全成熟的香蕉呢会散发一股独特的香甜味，味道越浓说明越成熟。当我们闻到香蕉有点刺鼻时，这样的香蕉最好不要买，因为这有可能是香蕉表面的催化剂太多，在长时间的存放下导致的，所以这样的香蕉我们不要买。第三，捏一捏。我们在选香蕉的时候，除了看香蕉的样子之外，还要试试手感。我们可以用手轻轻捏一捏，如果是自然成熟的香蕉，从头到尾都是软软的，很有弹性，而且很均匀。相反，如果香蕉是催熟的，摸起来总感觉中间是硬的，或者软硬不均匀，这种就不值得买了。当然，力度得合适，不要给人家捏烂了。我以前呢就踩过一个坑，买香蕉从来不会捏一捏，结果买回去好多都是看起来好看，其实一口咬下去硬邦邦的。最后强调一点，香蕉成熟呢是从尖端开始变黄的，而最后变黄的就是香蕉把。如果香蕉把都黄了，就说明香蕉完全成熟。不管是直的还是弯的，只要香蕉把是黄的，都是已经成熟的，吃起来又软又甜。如果香蕉把还是青的，皮再黄呢也不会甜的。相信现在大家都会挑选成熟优质的香蕉了吧？
买回来成熟的香蕉呢，不要乱放。这里教你一个小妙招，保证1周不腐烂不发黑，我们可以慢慢吃。首先呢，我们把香蕉呢放在水里，将其表面清洗一下。香蕉清洗一下，可以把上面残留的催熟剂呢洗掉，从而可以延长保存时间。清洗之前呢，大家注意看一下是否有破损的，有的话就尽快吃掉，没有破损的我们再准备保存。香蕉洗净之后，把水分沥干，然后呢再用纸巾将水分擦拭干净，保证表面呢没有水分即可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小刀呢把香蕉把上面黑黑的部分切掉，不用切太多，就切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接着准备一块锡纸，将香蕉的根部呢给裹起来。我们都知道香蕉呢具有催熟的作用，这是因为香蕉本身呢会释放乙烯，而乙烯主要是从香蕉的根部释放出来的，因此我们可以用锡纸或者用保鲜膜呢将香蕉的根部包裹住，从而抑制乙烯气体的产生，来延缓香蕉的成熟。同时可以将根部切口处封住，也有助于避免细菌滋生，导致香蕉腐烂变坏。包裹起来之后呢，也不用放到冰箱里，室温下保存就行，就是不要太热了，干燥阴凉的地方来保存呢，效果会更好。同时我们可以将香蕉倒扣过来，拱面朝上，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香蕉的受压面积，从而达到延长香蕉的保存时间。这种方法来保存，放1周的时间呢也是可以的。看上去香蕉呢还是很新鲜。保存香蕉呢往往有个误区，有的朋友呢会将香蕉直接放进冰箱保存，这是不对的。香蕉属于热带水果，在温度低于10摄氏度时就很容易发生冷害。冷害的表现呢是果皮变暗，催熟后果肉不能变软，果实呢就不能成熟。香蕉冷藏之后容易对果皮细胞造成损伤，促进霉促进褐变的发生，表皮呢也容易变褐甚至变黑。相信大家也发现了，放1个晚上香蕉就黑黑的了。而且冷藏后的香蕉呢会释放出乙烯气体，这种气体呢可以刺激消化系统，可能会引起腹泻或者是其他肠道问题。所以您都记住了吗？好了，今天对于挑选香蕉以及保存香蕉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期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事实动态。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